1月16号，白俄国防部宣布，1月16号到2月1号，俄罗斯空天军和白俄罗斯空军将在白俄境内举行飞行战术联合空军军演。这不由得让大兵想到了去年年初的联盟决心军演。在那次演习中呢，俄军尤其是空降兵演练了自己的战术，进行了相应的战备检查。那么后来被证实就是为了进攻基辅北郊所进行的一部分战役准备。那么这次白俄两国军队又一次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究竟是为什么？俄军是否会再次进攻基辅呢？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正题。在过去几周里，不断有消息声称有大批俄军在白俄集结，俄罗斯将会取道白俄，甚至是和白俄组成联合部队再次进攻基辅。例如近期俄军向白俄运输了一批野战架桥设备，同时目前负责俄军战场的第2副总指挥萨柳科夫大将也现身白俄，据说是检查当地俄军部队的战备情况。大兵不否认这些信息的真实性但还是先在此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次俄军取道白俄再次进攻基辅的可能性是很低的，目前的白俄罗斯也无意正式参与这场战争。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在于白俄和俄罗斯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好，甚至还有些看不起俄罗斯。虽然近年来呢，表面看起来两国关系很好，但这只是白俄基于国家利益需要维系的表面和谐，他们一直谋求的都是彻底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这一点从战争初期白俄立场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白俄总统卢卡申科拒绝了普京联合出兵的请求。毕竟自2004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3国同时加入欧盟后，他们的经济增长和高出自己很多倍的人均收入都让白俄太眼红了，所以卢卡申科一直没有放弃与欧洲交流。但白俄和俄罗斯的长期盟友关系，经济上高度的依赖，始终有着亲俄的立场。可能是政府高层的选择，也可能是俄方的威胁。去年10月中旬，白俄同意让俄军入境，不过根据后来经过证实的消息来看呢，这已经是白俄的极限了。以上这些仅是政治层面的原因，而我们想要分析的是俄军会不会真的借道白俄再次进攻基辅，还是得拿出些相关资料，所以整理出了俄军在白俄的驻扎地点和部队规模是相当必要的。目前公开资料显示俄军在白俄的主要屯驻基地共有8处。首先是俄军的主要基地，根据12月中旬拍摄的卫星图像，俄军在白俄西南城市巴拉诺维奇附近的奥布斯列斯诺夫斯基训练区驻扎营帐和装备数量，粗略估计此地的俄军规模在4000人左右，也就是说大致为1到2个团或者旅。而根据部队驻地和观察到的铁路交通情况，这支部队呢应该是俄近坦一军的近摩2师。之前有报道称，近摩2师曾遭遇严重的减员，所以这些人员呢很可能是补充后正在训练的总体规模。值得一提的是，由于 T80 坦克数量较多，同时还有人目击此地有 T80U 的存在，所以这支俄军中呢很可能也有俄近坦4师一部。当然，这消息并不可靠，需要进一步确认。另外，有其他来源的消息声称，在此区域内，除了部分俄军装备，还发现了连级规模的 BMD 空降战车。考虑到这些装备可能是白俄军备仓库里的存货，所以很难只根据这些装备就判定俄空降部队也进入了此地。但是这个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下一个呢是位于白俄东北部维贴布斯克市的洛斯维多拉斯维达训练区。此地被目击到的俄军规模大概在1到2个营之间，比较可信的呢是500到1000人左右。白俄中部城市比拉罗斯的阿西波维奇训练区，同样也有1到2个营规模的俄军部队，不过上次信息更新已经是在1个月之前了，具体人数大兵就不统计了。据了解，此处也是驻扎有部分白俄部队。第4处呢，则在白俄与波兰交界处的布雷斯特市。12月20号上午，这个训练区23辆 T80BV 带着补给品在帕隆卡转运站时被目击，但是并没有看到步兵以及其他辅助部队。因此，此地呢至少有1个，也可能是2个营规模的俄军装甲部队。
12月20号，有民众在卡林卡维西车站观察到有一列载有20辆 BMP-2 和若干辅助车辆的火车，可能是在前往布雷斯特的途中，所以大兵认为此地俄军部队规模可能比想象中的更少，个人预计为500人上下。第5处是在白俄北部的列佩利市的扎斯洛诺沃莱佩尔斯基训练区。去年10月中旬以来呢，这里一直驻扎有至少1个营的俄军兵力。12月8号，曾有13辆 T-72 从俄境内第22后备坦克基地运来，在12月10号抵达了扎斯洛诺沃。12月20号上午，又有31辆坦克和15辆其他车辆参加转运，据说是 T-72B3 和 T-80系列。对于这批坦克呢，俄军最初的计划应该是调往奥西波维奇和斯卢茨克，然后在12月21号与第一驻扎地的其他俄军会合。不过呢，在近日一些调动后，很难保证这些部队还停留在这些地方。第6处俄军驻扎点是位于白俄东南部戈梅利市的兹亚布罗夫卡机场。去年8月份的卫星图像显示，这个机场呢曾一度有 S-400 防空导弹连进驻，但是根据12月初的图像显示，这个机场只有俄军防空和辅助部队，数量较去年初已经下降了许多，规模是不可能超过几百人。第7处则是白俄南部的卢尼涅茨市的机场，图中呢这个是机场的卫星图片，虽然很模糊，但是红框中的地区在2月份仍是森林，现在为了驻扎俄军部队而被清理出来，所以这个位置也驻扎有一些俄军部队。近几个月，俄军在此地增加了许多额外的营帐和相关设备，人数规模应该和前面的兹亚布罗夫卡机场基本持平，而且也是防空工程部队的混编。最后一处其实和第一处有些重合，是切佩莱沃训练区。较为可信的来源声称，此地有连级规模的俄军小部队，但是由于信息很少，同时又缺少相关图像证据，所以这个位置的俄军驻扎点也可能是和白俄部队给弄混了。此外，不包括大兵前面已经列举出的8个地点，白俄的其他机场也驻扎有一些俄空军和防空部队，不过人数都很少。而在白俄各个军备仓库和弹药库，可能也有俄罗斯的小规模警戒分队。这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当俄军将车辆运入白俄时，这些人员会协助将白俄自己的弹药运出。目前白俄境内呢，还有数个俄军的 S-400 导弹连和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部队。虽然很难去追踪他们的情况，但即便加上他们，驻扎在白俄境内的俄军部队总人数也只有1万人左右，并且其中大约1半的人在第一驻扎点奥布斯列斯诺夫斯基训练区，其余的部队呢则分散成500到1000人的团体，遍布白俄罗斯的各个地区。从分布情况来看，俄军恐怕很难由白俄向基辅展开大规模攻势。毕竟这批人的信息连大兵都能收集到，那么北约情报网收集的就更详细了。如果有相应调动，那么乌军将会迅速做出反应。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俄军部队还是白俄部队，他们从来都没有进行任何像样的伪装来躲避空中侦察，反倒是大摇大摆地驻扎下来。所以这一切可能和预料中的大规模攻势相反，只是俄军的一种战略伪装，用这些无关紧要或者说短时间内不会有大动作的部队来制造所谓的第2次基辅攻势舆论，来牵制乌克兰方面的兵力，以期在顿涅茨克方向取得可能的主动权。毕竟现在的俄近摩2师还是近坦4师早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需要长时间休整。总而言之，去年2月初的基辅攻势中，俄军曾投入了2万人。假设目前俄军部队在白俄的规模比当时多了1万，达到3万人，以他们现有装备的曝光数量来看，也很难撑起攻击基辅的战斗群。毕竟即使在去年年初那种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寒冬乌军缺乏远程打击能力，俄军使用空突部队，采取预先夺占要点，整个基辅地区的进攻窗口也只有2到3个月的时间。至于后续基辅北部的道路，因为气温升高转为泥泞，所以俄军很难维持一个有力的补给线。如果带入我们分析的数据，那么俄军只有1万余人，失去了奇袭的优势后呢，占据优势的呢绝对是乌军。因为有了去年的教训，乌军已经在基辅以北加强了防御。有资料显示，目前基辅北边已经截断了通往白俄的所有道路，乌军也布设了大量的雷区，预设了4条火力封锁线。
这种情况下，俄军如果再要攻打基辅，等于是使用机动兵力往乌军的预设阵地、野战筑城体系上撞。很显然，这并不符合俄军打仗相对算计伤亡的特征。而且，即便是俄军能突破这几道防线，最后也无非是把去年的基辅之路重演一遍。所以，俄军借道白俄打基辅这事儿呢，不太可能再次出现。但是，俄军不打基辅，并不意味着在基辅周边就没有任何想法。毕竟，俄军在基辅以北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也就是由格梅利突袭切尔尼戈夫。因为在这条道路上呢，这条路线的铺装道路还比较高，在进攻纵深上，戈梅利到切尔尼戈夫只有20多公里。假设乌军主力全部前调至顿巴斯，其余主力防守基辅的情况下，切尔尼戈夫估计会有1到2个乌军国土防御旅展开防御。如果俄军打得果断一点，同时空天军负责纵深遮断，切断杰斯纳河的桥梁，使乌军其余力量无法支援，那么拿下切尔尼戈夫问题应该不大。而在战役作用上呢，如果能够拿下切尔尼戈夫，那么对于俄军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能够直接用炮兵威胁到基辅，等于是在基辅以北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立足点。同时，切尔尼戈夫距离白俄边境不远，俄军部队背靠边境，补给线极短，也不存在补给线被切断的威胁。不过考虑到乌军已经接收了许多防空武器，俄空天军可能很难发挥力量，再加上今年是个暖冬，那么打起来对于俄军来说呢，无疑是有些激进，所以俄军大规模进攻可能性不大，但是却可以作为牵制力量，让东部战争的局势更加有利。当然，这只是大兵的设想，具体双方的后续战斗应该如何进行，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